好的，大家好，我是杨老師。現在呢，我們在學習的是 HSK 6級考前輔導課程。那學到這裡呀，我相信同學們已經學過了聽力，學過了6級的閱讀。那在經歷了比較長時間的學習之後，終於我們現在呢到了我們的書寫部分。好，我們來看一下。那我們前邊的聽力，我們前面的閱讀都已經學完了。我相信呀，同學們經過這2個部分的學習，你的漢語水平一定有了非常大的進步和提高。那現在呢，我們就來看一看書寫的部分，我們要怎麼去做呢？那提到这個書寫呀，這是我們的 HSK 考試裡邊第一次出現的一種題目，我們叫它複寫題。其實啊，不是是複寫，但是呢，也是縮寫。什麼叫做縮呀？縮小的縮，變小。那我們來看一下具體的這個情況是什麼樣的。首先呢，你會有10分鐘的時間來閱讀一篇文章。這篇文章呢，大概是1000字左右。大部分情況下，這篇文章啊，是一篇故事，是一個故事，關於某一個人或者是某幾個人的一個故事。那你要用10分鐘的時間呢，快速的、認真的把它給看完。而且呢，你應該一邊看一邊記，你要去記住故事裡的主要內容。那然後呢，10分鐘之後，這篇文章就沒了，就被收。如果是紙筆考試，那篇文章老師就拿走了。那10分鐘之後，在電腦裡邊考試的話呢，10分鐘之後，這篇文章就不見了，就消失了。那消失之後，接下來的工作，你會有35分鐘的時間，你來寫文章。那你看到的文章是1000字左右，那你要寫的文章是400字左右所以從1000寫到400字，也就是說這是一個縮寫的這樣的一個這個作業這樣的一個任務。所以把1000字縮寫成400字，這是我們的HSK 6級書寫題的要求。那有同學說了，我在讀這10分鐘的時候，能不能用筆記一記、寫一寫？不可以，不管你是紙筆考試還是網絡考試，都不能用筆去記東西，只能用我們的腦子，只能相信我們的腦子了。那在這個裡邊，除了你要寫400個字左右的文章以外呢，你還應該有一個標題。你在看到這篇文章的時候是沒有標題的，沒有題目。這篇文章只是文章，沒有題目。但是一篇文章沒有題目是不正常的，所以你最後在寫這400字的文章的時候呢，你要給你的文章取一個題目。它需要有一個名字就像人要有名字一樣，這篇文章也應該有一個名字，所以你要寫一個名字給它，你要取一個名字。那這就是我們的這個書寫部分的一個最基本的要求。讀10分鐘，認真的記，然後寫35分鐘，而且要寫一個題目，只能寫400字左右。大家不要就写450、500呀，最好不要。它要求的是400字左右，所以380字、390字、400字、410、420、430，基本上都是可以的。那更多你就不要写了。但是如果写的更少，可能也会受一點影響。所以385已经是一個最低的要求了。那大家要注意這個400字。好，那這是最基本的要求。那同學們已經了解了，所以現在呢，老師要介紹一下一些這個注意事項。如果你在去做這個題目的時候，你需要做到哪些方面？
才能夠得到比較高的分数呢？首先，第一，一定要有標題，而且呀，你的这個標題必須要是跟這篇文章的內容有關係，必須要跟這篇文章的主題有關係。不是說你可以隨隨便便的去取一個名字，取名字它也是有技巧，它也是有要求的。所以呢，我們這個標題，我們到時候在下節課的時候，我們可能需要花一點時間來給大家講一下一篇文章應該取什麼樣的名字。那然後呢，同學們要注意，你在讀這篇文章的時候，你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不要有自己的看法。什麼意思呀？你在看這篇文章的時候，你腦子裡面可能會想，這個人真奇怪，或者是說，哎呀，這個人真聰明，或者說這個故事真有意思，我學會了一個道理。這都是你的想法。你在寫文章的時候，文章裡寫了什麼，你就要寫什麼。你在你寫的這個文章裡面，不要加入你的觀點文章的觀點就可以，但是你的觀點不要有你的想法。那這一點也希望大家能夠注意，所以我們要去客觀的重複這篇文章的內容，而不是讓你去表達對這篇文章的看法。好，那然後就是標點要正確。什麼叫標點呢？我們這個頁面裡邊只有這個是標點，是一個點兒，對吧？所以像逗號呀、句號呀、問號呀，這都是標點。那標點要正確。很多同學說，老師，這個重要嗎？我想告訴大家，這個非常重要。如果你的標點寫的都不對的話，也是會扣分的也是會扣分的。有些同學每一個小句子後邊都用句號，那這個肯定會被扣分。好，那這是標點正確。當然了，更重要的是句子要正確。有很多同學說，老師，我記住了這1000字的文章有什麼內容，我的記憶力非常好，然後我要自己去寫400字的文章，我都写出來了。但是老師在讀的時候发現，同學寫了非常多的錯誤的句子，那這又會被扣分了呀，那你的分數又會變得很低了。所以呢，在這裡要提醒大家，寫句子的時候呀，你盡量要寫正確的句子。那同學說，老師，我怎麼去寫正確的句子呢？那我們後邊也會有課程來幫助大家。那同時，大家還記不記得我們在學習閱讀和聽力的時候，其實給大家講過非常多的詞的用法、句子的結構等等。那我們也當時告訴大家，特別是在閱讀第一部分的時候，我們告訴大家，其實呀，有很多正確的句子，你應該多讀一讀。你讀的越多，你的語感越好，那你可能寫正確的句子的可能性也就會越高。所以在這裡呢，也希望同學們呢能夠認真的去練習一下怎麼去寫正確的句子。如果你在書寫練習的過程當中，你寫了一些文章，但是你不知道這篇文章哪裡有問題，你可以加我們老師的微信，然後呢問一問我們，或者是你問你的漢語老師，或者是你問你的中國朋友，幫你讓他們幫你看一看哪個句子是錯誤的，分析一下我这個句子為什麼錯了呢？然後呢，這樣你通過幾次很多次的練習，我相信你寫正確句子的可能性就會變大所以同學們一定要在這裡注意，句子要寫正確的句子很重要。然後最後呢，我們要注意的是，我們看到的1000字的這篇文章是一個故事。那我們在寫400字的文章的時候，我們寫的當然也是一個故事。那這個故事一定要是一個完整的故事，不能寫到一半突然就沒了，
不行，而且呢，邏輯要通順，你的前後邏輯要是正確的啊，就是有一個什麼樣的人，他因為什麼原因做了一些什麼事情，發生了什麼問題，是怎麼解決的，最後怎麼樣了。那你要有一個完整的順序，完整的故事，而且要有一個很好的這樣的一個邏輯和順序，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你的故事沒有寫完，或者是前邊跟後邊看上去特別的不搭啊，不順，不通順，那這篇文章分數就會非常低。好，所以在這裡呢，這些最基本的要求已經告訴大家了。那同學們一定會問，我怎麼才能做到這些呢？那後邊呢，老師會進行一些比較細緻的講解，希望大家跟着我們一起來學習。當然了，老師要提醒大家，在我們學習這個課程的過程中，我希望同學們每一節課都可以做什麼呢？都可以寫一篇文章，做一篇練習，然後呢發給老師，老師來幫你看一看你的文章寫得怎麼樣。好，那首先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10分鐘要怎麼去使用。好，我們有10分鐘的時間呢，去閱讀一篇文章。那在閱讀文章的過程當中，我們這個10分鐘要怎麼去使用它？我們首先來看一下呢，我們第一步要快速閱讀文章，了解大概內容，確定文章主題，這大概要用到2到3分鐘的時間。有的同學呢，在讀文章的時候，真的是一個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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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去讀，用手指着一個字一個字一個字的去讀，讀得特別慢，10分鐘的時間甚至還沒有讀完。那這樣的情況，大家一定要避免。那我們怎麼讀啊？我們首先用2到3分鐘的時間，很短的时间，快速的读，啪啪啪啪啪，很快，可能就是一下子可以看一行啊，一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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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去看。那用最快的速度把它給看完。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因為我們首先要對我們的這個故事有一個大概的了解啊，要了解這篇文章它想說什麼。比如說，我非常快的看了這篇文章，看完了之後，我發現呀，這個是關於一個小孩子的故事。這個小孩子他怎麼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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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怎麼樣？那我通過2到3分鐘的時間，先去了解到這是一個小孩子啊，關於比如說什麼羊的故事，小孩子和羊還有狼的故事。這個故事呢，講的主要是我們能不能騙人，如果我們騙人的話，會有什麼不好的後果，這樣的一個故事。那我通過2到3分鐘快速的閱讀，然後我就能夠知道這篇文章主要說什麼了。那有同學問了老師，我如果用10分鐘一直慢慢的讀，我也可以知道呀，為什麼一定要先花2到3分鐘的時間，先去了解文章大概呢？那在這裡老師要去提醒大家，那不一樣的故事，不一樣的大概內容，它可以決定你在後邊看第2遍的時候，主要去看什麼內容。因為1000字的文章真的有點長，但是呢，在這1000字的文章裡邊呀，有的部分比較重要，但是有的部分就沒那麼重要。所以呢，你必須得先用2到3分鐘的時間，先去看一看大概內容，先來判斷哪個部分稍微重要一點。一定要記住，哪個部分沒有那麼重要，我可以大概的看一看，甚至我可以不用記住它。你先要用這2、3分鐘來解決這個問題，然後在另外的7到8分鐘裡邊，你才有可能真的非常認真的去讀，非常去掌握主體結構，然後進行一些語言的簡化把一些特別長的句子變成比較短的句子。然後呢，你可以去記憶比較重要的重點的信息。
那第2步的時候，你需要去做這樣的事情。那你在做這樣的事情的時候呢，有一個前提，就是你知道這篇文章大概的內容是什麼，它講的是一個什麼樣的故事。這樣的話呢，你在認真的讀第2遍的時候，你才能夠知道你需要真的記住什麼。所以這就是老師告訴你的，為什麼要分2個部分，為什麼要讀2遍的原因。第1遍，你先了解一下這個故事是關於什麼的，大概要講什麼，有什麼問題怎麼解決。那第2遍才是你認真的去看每一個部分，然後你來判斷，這個部分的內容其實不太重要，我可以不用管它。這個部分比較重要，我最好能夠記住2、3個句子。那這個部分特別重要，我一定要把它真的記住才行。那第2遍的時候，你需要去做的是這樣的工作。那這個就要求你必須先去了解。好，那7到8分鐘，我已經認真的去看了每一個句子，我認真的去記憶了我需要記住的句子，而且呢，特別長的句子，我已經用簡單的語言把它給記住了。那好，10分鐘已經過去了，那現在呢，我就要開始寫文章了，我要去寫作了。那35分鐘的時間，我認真的去寫。那最好呢，你能夠用30分鐘的時間，或者是32分鐘的時間去寫。那一定要注意留一點點時間做什麼呢？寫完了以後，讀一讀你的文章，做一個檢查。可能呀，大家在寫文章的時候呢，會比較緊張，因為大家可能非常困難、非常努力的把自己的這篇文章記住了。那记住之後，你想要用最快的速度把大概的內容写出来，所以在你非常緊張的寫的时候，可能就会寫一些不太正確的句子。那我們說過了，我們這個寫文章的要求是你的句子一定得對呀。所以呢，你最好能夠留3到5分鐘的時間做什麼呢？去檢查你的文章寫得好不好，寫得對不對，然後進行一些修改。那我發現呀，同學們如果有2到3分鐘、3到5分鐘的時間去做修改的話呢，這篇文章一定會變得更加的完美問題會變得更加少，所以呢，最後會獲得更高的分數。這就是我們第1步要告訴大家的一個方法，就是你怎麼讀，你怎麼去做時間的分配。希望大家呢之後可以按照我們給的一個方案去試一試，去練習一下，看一看這個方法是不是對你真的有用。當然了，我們也這個方法也是經過很多的總結，我們跟很多的學生去做過，才確定這個方法是最好的方法。所以希望大家呢，在今天的課程之後呢，能夠認真的去找這樣的一篇文章，然後呢，能夠去試一試，用45分鐘的時間去做這個工作。做完了之後，如果你不知道你的文章寫得好不好，你可以發給老師，老師來給你看一下。好，那我們的時間分配的問題，現在我們已經解決了。那下面我們要進入正式的，我們去讀文章了。但是呢，因為這個文章呀，它實在是太長了，1000個字，我們的 PPT 根本就放不下這麼多的文字，太多了。所以我們在這裡呢，我們只把主要的內容告訴大家那具體的文章可能也是需要大家下課之後去看。那老師為什麼要在這裡把這個主要的這個內容給大家呢？是因為真的，如果你要寫一篇文章，你最重要的是什麼呢？你要去掌握文章的思路和結構。什麼叫做思路和結構？就是我這兒有一個故事，那
作者是怎麼去寫這個故事的，他先寫了什麼，然後寫了什麼，最後寫了什麼，這個就叫做文章的思路和結構。那麼當然了，如果我們要去了解一個故事的思路和結構，我们要從下邊幾個方面去了解它，去記住它。首先，時間，然後是地點，然後是人物，然後是原因，然後是經過，然後是結果，最後是道理或者是感悟。所以說呢，如果你要去讀一篇文章，你最应该關心的，你最應該記住的就是這些方面。那這些方面你要抓住了以後，你就可以得到一個比較完整的文章的思路和結構。好，那現在呢，老師要給大家講一個簡單的故事了。這個故事就是一個大夫的故事。有一個老大夫，他特別厲害啊，經驗非常豐富。那所以呢，他又很有名，所以呢，有很多人來找他看病。然後呢，可能就是有人告訴他，你這個老大夫呀，你應該收一些學生呀，你這麼厲害，你應該把你的知識和能力教給年輕人。所以呢，這個大夫呢，他就找了一個年輕的學生來做他的學生。學生呢，跟着這個老大夫學了一段時間以後，當然是比較長的時間以後呢，這個年輕的學生真的又聰明又努力，最後呢，這個年輕的學生呢，他就可以做大夫了。所以呢，這個老大夫就想說，哎，你已經可以做大夫了，那這樣吧，但是你的經驗還是不夠嘛。所以這樣的話，我們就分開。我有一個辦公室，你有一個辦公室。然後呢，比較這個病人的這個病不太嚴重的話呢，就去找你。那病人的病比較嚴重的話呢，就來找我。這樣的話呢，我的壓力可以減輕，那你可以去快速的積累更多的經驗。他們就這樣安排了。那安排之後呢，一開始的時候沒有什麼問題。但是隨着時間慢慢的流逝，老大夫發現呢，越來越多的病人去了年輕大夫那裡。一開始的時候呢，他沒有覺得這是一個問題，但是後來發現呀，那些病得很嚴重的病人也去了年輕大夫那裡。所以這個老大夫心裡面就覺得有點奇怪，為什麼我的水平這麼高，病得很嚴重的病人也不來找我呢？他一直有這個疑問，那他很想知道，但他沒有什麼機會去知道這件事情。所以有一天，他的太太感冒了，太太也知道這件事情，所以太太呢就故意去醫院裡邊去找年輕的大夫看病。然後呢，這個太太在這個候診室裡邊等的時候，他跟別的病人聊天，他發現呀，這個病人們跟他說，哎呀，這個年輕的大夫呀，雖然很年輕，但是態度特別好，特別溫柔，非常認真的非常耐心的跟我交流，然後告訴我怎麼樣安慰我。所以呢，我特別喜歡找年輕的大夫看病。那個老大夫雖然特別厲害，但是呢，他的態度呢就是很嚴肅，我覺得有點害怕。所以我不去找那個老大夫，我去找年輕的大夫。那老大夫的太太知道了這件事情以後，她把這個話告訴了老大夫，她的丈夫。那這個老大夫聽了這個事情之後呢，他就陷入了沉思，他就開始思考。那到這兒，故事就已經結束了。好，那老師用很多的語言講了這個故事，實際上文章可能比老師的故事還要更長，還要更詳細但是我相信通過老師講這個故事，我覺得同學們如果現在你如果要去寫這個故事的話，應該是可以寫出來的。為什麼？就是因為老師用這樣的方式把這個故事講給了你聽，所以你才可以能夠直接聽老師的這個話，能夠寫出這個文章的內容。
那這個工作其實是需要你用那個10分鐘去完成的一件事情，就是老師把這篇文章變成了一個簡單的、條理很清晰的故事。那你的工作也是在讀的時候，把這1000字的文章變成一個這樣的故事。那你就要去掌握文章的思路和結構。那我們現在看一看這個故事裡邊有什麼樣的內容。我們按照時間、地點、人物、起因、經過、結果這樣的6個部分來進行一個這個梳理。首先我們要看一下在這個文章當中出現過的時間，就是第一段時間之後。什麼時候呢？就是老大夫收了一個學生，一段時間之後，這個學生就已經可以自己去獨立的去看病了。這個是一段時間之後。那開始的時候呢，2個人分開了。開始的時候呢，就是這個病人越来越多的病人去了年輕大夫那裡。起初開始的時候呢，老大夫覺得沒什麼，但是直到有一天，老大夫發現連病得很重的人都去找年輕大夫，他就覺得這個事兒有點奇怪了，所以他很想知道為什麼。那這幾天太太生病了，所以太太去看年輕的大夫，發現了事情的原因。那這就是在這篇文章裡邊你看到的所有的時間詞，你一定要記住。如果你記住了這個時間詞，就相當於你記住了最重要的線索。然後我們來看地方，地方在哪了？在醫院，他們都是在醫院裡面發生。然後呢，太太生病去看病的时候呢，她在等候區，在候診區就是有很多病人嘛，他在那等着大夫給自己看病的時候，他跟別的病人聊天來着。那最後呢，太太看完了病以後，回到了家，告訴丈夫，病人們都說年輕大夫的態度非常好。所以有3個地方，同學們要記住。那然後就是人物的話，有老醫生、年輕的醫生，有老醫生的太太，還有一些其他的病人。所以在這個故事裡邊出現的人物有哪些？他們每個人都做了什麼，是你需要記住的。然後呢，我們再來看一下原因。老醫生的名氣很大，病人越來越多，老醫生決定讓年輕醫生獨自看病，並約定病情輕微的由年輕醫生診斷，嚴重的由老醫生出馬。這個是事情發生的一個原因，就是病人太多了，所以年輕的醫生你去看一部分，我來看一部分。那後來的经過是什麼呢？一段時間後，找年輕醫生看病的人越來越多。然後呢，起初老醫生不以為然，沒關係啊，覺得沒什麼。直到有一天發現有幾個重症病人也找年輕醫生看病，老醫生覺得非常不解，不明白，為什麼呢？病得很嚴重的人也去找年輕醫生看病呢？所以這幾天老醫生的妻子感冒來醫院看病，在等候區聽了病人的議論，明白了病人找年輕醫生不找老醫生的原因。那最後的結果是，老妻子回家後告訴了老醫生，老醫生很驚訝，然後陷入了沉思。到這兒，故事就已經結束了。那大家要注意的是，在這個故事裡邊沒有道理，沒有直接告訴你道理是什麼，所以同學們在寫文章的時候也千萬不要在這個沉思的後面再去寫。所以醫生應該對動病人很溫柔，應該跟病人溝通，這就不要寫了，千萬不要寫，因為文章裡邊沒寫，就寫到老大夫、老醫生陷入了沉思，到這就結束了。所以後邊的作為一個醫生呢，應該多多跟病人交流，應該有耐心，應該怎麼樣，
這些內容都是你的想法，不是文章寫的，你要注意，千萬不要去写上这些內容。好，那通過這樣的一個總結和整理，同學們是不是對於這個故事的內容更加了解了呢？是不是如果你能夠很清晰地記住這些細節，你能不能寫出來一篇400字的文章呢？我相信一定是可以的。這就是我們怎麼去做，怎麼去寫一篇文章。我們在看到一篇文章的時候，我們先用2到3分鐘的時間去看一下這篇文章大概是關於什麼的。哦，這是關於一個老醫生和一個年輕醫生的故事，說的是這個年輕醫生病人更多，然後呢，為什麼呢？是因為他怎麼樣？然後最後太太去看病，發現了這個原因，告訴自己的丈夫了。好，这個故事我已經知道了，大概的內容我也知道了。我用2分鐘、3分鐘的時間，快速的閱讀文章，我就判斷出來這篇文章主要內容是什麼。好的，然後呢，我再用7到8分鐘的時間，我非常認真的去看這篇文章，我去記住原因是什麼呀？後來怎麼樣呀？他說了什麼呀？最後他又怎麼樣呀？我去認真的記住一些重要的細節。我甚至呢可以去記住一些文章裡邊重要的句子。然後8分鐘過去以後，我根據我記住的時間、地點、人物，還有一些重要的句子，我去寫這篇400字的文章。那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寫出來故事非常完整的文章，你也一定能夠寫出來邏輯非常通順的文章，你能夠把文章裡邊最主要的細節和內容都能夠寫出來。當然了，我不能保證你可以寫正確的句子，那關於正確的句子，我們要在後邊的幾節課裡面再去提這件事情。好，那這是我們的一個小的例子，來告訴大家怎麼去總結和整理文章的思路和結構。這是第一種，就是我們按照這個時間的順序，我們按照事情發生的這個有什麼問題，為什麼後來怎麼樣了，我們按照這樣的一個思路，可以就是把這篇文章整體的這個結構和思路都能夠抓出來。這樣的話，你就可以知道你應該記住什麼。然後呢，你去寫文章的時候，你的腦子裡非常清楚，我現在應該要寫什麼，然後我應該寫什麼，最後我應该写什麼。我相信一定是没有問題的。好的，那因為時間的關係呢，我們現在呢要先休息一下，之後呢我們會再去講2、3個故事，來告訴大家文章的思路和結構是怎麼做的，怎麼去總結的，怎麼去整理的。好的，那我們現在呢先休息一下，我們下節課再見。